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27号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周了。看早班的 JR 电车，今天是第一个训练日，这个月正好还有4天，还有4个训练日。今天跑完就已经500多公里了，这个月。昨天上海马拉松结束了，应该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冬训真的要开始了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要跑广州、深圳、厦门的南方的小伙伴们，我就不好说了。就说长江以北，应该都开始冬训了，对吧？今天的跑步测试是我在测试双 Stride， 现在我的左手 Apple Watch 开着 Stride 官方的 APP。今天咱们还是先聊聊冬训，聊聊伤病，聊聊跑量，然后再简单聊聊 Stride， 好吗？你们看我这个视角，从开始拍到现在，应该心率一直在涨。因为我左手端着这个相机，要使挺大的劲儿，让它尽量不颤抖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一会儿聊啊。刚才你们看到不常见的一位女性跑者，就是在长居公园的半马终点处打印成绩，给我第3名奖状的那位。今天我跑一个中速的有氧跑，所以没跟他们一起跑。冬训这1个月，整整1个月，我是从11月1号开始进入这个节奏，加跑量。我加的比较激进，是因为我以前连续1年都是500公里以上，我之前最多的1个月可能是530公里，所以我现在是恢复。但是大家看我去年这1年，抱歉，就是今年这1年，春天的比赛，然后夏天、秋天又有比赛，造成我的跑量做得不好，猛地加这1个月就有各种不适应。那今天右腿、小腿内侧靠近脚踝处也会有轻微的酸痛。到这边以后爬升变多了，我看了看我这个月到现在为止日均爬升是61米，这个日也包括休息日，还有我不来跑坡太多的地方的时候。在北京的时候日均爬升可能也许都是个位数，如果我不跑立交桥的话。你看刚才那个坡的下坡，我最早开始跑的时候，包括现在根本就是控制不住，下坡是很容易造成损伤的，上坡倒无所谓。昨天上海马拉松很精彩啊，不过大家也看了，确实是上海马拉松的起跑阶段还有前几公里，对跑在后边的小伙伴们不是很友好的。我记得我跑上海马拉松的时候，就那个往返折返那儿那个大的立交桥，我头脑都要崩溃了。那时候终点也是在体育场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跑一次上海马拉松了。你看这边树叶一下就黄了。昨天跟家属去了这边的万博纪念公园，
就是70年代那次的世博会盖的那个，看红叶什么的，特别漂亮。本来想去京都的，后来有点累犯懒，我俩就没去。其实说是冬训，如果跑完上海马拉松，现在进入冬训，那就得把明年的赛季，春季赛季放在4月份的比赛，就是无锡这种、徐州，时间比较合适。如果你跑2月份的比赛，不太合适了，因为转眼就到了，下周就12月了。如果您跑2月的比赛的话，只有2个月，您可能第1个月才找着冬训的感觉，第2个月练1个月，第3个月就要备赛了，就要比赛了。大阪马拉松是2月25号，我都觉得有点时间不够用，要不然说只争朝夕呢。2月25号对我来说就只有12月、1月这2个月可以全力以赴的训练。一进入2月就要调整了，就马拉松这个事儿特别的带引号的讨厌。就大部分运动项目其实啊都是训练场上的功夫和赛场上的功夫。马拉松呢，你恨不得睡到半夜都是功夫，衣食住行、生活起居都在这里头。马拉松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，你从每天的训练之后的恢复，训练之后的饮食，还有还有训练时候的心情，包括你当天喝水、吃饭、消化的怎么样，就是专业运动员就这些。对于普通人呢，你还要应付一天的工作生活，所以马拉松不容易的。能跑一场马拉松的小伙伴们都挺了不起，真的挺了不起的。我昨天在家还聊天，就说那位北马这次成功破了240的咱们频道的观众跟我分享，北马之前那个夏训加到600公里1个月，我说怎么做到的？你看我跑得不慢，我估计我的时间应该比那位小伙伴自由。我这个月可能最多570多公里吧，就真的很难的。570多公里这个月对我来说付出的是什么呢？早上起来，从起床准备到训练完吃饭，吃完饭整个的时间大概是有将近4个小时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起来洗洗就出来跑，那可能是3个小时，或者是2个半小时。大家看我Strava，我下午还跑呢，下午跑的短，那怎么着也要前后算上也要40分钟，一天3个多小时，极限的情况下3个小时就没有了。像我的话，就是将近5个小时就没有了。然后我还要工作8个小时，然后睡觉8个小时，那么就只剩下3个小时自己的时间了。然后我每天还买菜做饭，而且至少要玩半个小时的手机或者是 Pad， 至少。他这一天充实无比，所以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。你想这么练，那成绩能很差吗？不能很差。所以决定普通人成绩上限的，
或者决定普通人下次比赛成绩的，其实就是跑量，因为跑量说明一切。你看我今天的速度和我跑5分钟1公里的速度，那我肯定今天用的时间短呀，对吧？那能跑得多必然不会太慢。如果一个月能跑500公里，绝对不可能是7分每公里，那每天连3个小时都没有了，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。大部分人得通勤上班吧，1个小时通勤都不一定够。您说呢，是吧？而且这3个小时还没算吃饭，还没算午饭晚饭的时间，算了早饭的时间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所以冬训是什么呢？冬训是丢掉一些幻想，因为马拉松啊，幻想是最不好的。我总结的经验，我2023年这个春夏做的训练做的一般，或者说不好，跟我之前比。您相信我，一旦训练质量下降，或者训练水平退步，人就会慢慢陷入幻想中，就老觉得自己还行，心理暗示自己，但是其实自己理智的知道可能不如去年。如果我今年的夏天像去年那么练，估计今年就能实现半程马拉松的 PB。但是人其实不是机器，就是你总有起伏，大家也不用太有压力，就不是谁每年都能做成一样的。你们觉得特有意思，我也觉得特有意思，就是一说马拉松训练就是每年，特别有意思哈。不是谁都可以的，运动员们也不一定可以。进入冬训的小伙伴开始加跑量的，就要开始有心理准备了，难免的会有伤痛。我的经验就是把它控制在还行的情况下，就是你不要有急性的拉伤或者是扭伤。大部分情况下自己感觉今天觉得状态不好，肌肉疲劳，跑起来感觉可能要不好，就慢一点。面对受伤的心态就是这样，其他的嘛就是要祝自己好运。运动员运气也是一部分，那有的运动员总是和伤病对抗，一方面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要选材嘛。另一方面也跟运气有点关系，因为有的伤受了以后可能一生都会有反复，因为他们的训练强度普通人无法理解。Stride 的这个系统吧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配速跟距离真的不准。我在这个没有遮挡的直路也刚才一直在试，我现在的校对系数就是1，就是不校对。每公里Stride要慢14米，而且呢，我这么多年的观察，不同的鞋都要有不同的校对系数，同一双鞋跑得快跑得慢都不一样。我今天前2公里跑得慢，每公里差了40米，现在跑得快了，每公里差14米。他自己的 APP 又不允许通过 GPS 获得距离跟配速，这个是最不好的一点。然后关于它的详细的东西，我会有一期室内的视频跟大家聊，零碎的说说，就是足步轨迹的那个事情，用官方 APP 也要手动同步一次，像上一个视频的录屏一样。
这个体验不好。然后昨天我是休息日，昨天早上我慢跑了6公里，它有时候也很奇怪。昨天早上起来这两边的距离就一样，但是第1公里也不一样。可能是昨天跑的地方有遮挡，高驰这边 GPS 可能飘了一下造成的。Stride 的这个不准呢是持续性的，它是很稳的那种不准，带引号的稳。昨天我用的官方的 APP 确实就有左右平衡那些数据了，就那几个指标的左右平衡。但是那个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所有东西测的左右平衡对您来说其实都没意义，除非您有一条腿受过伤，长期休息造成两边肌肉力量差得太多，或者有先天的问题。大部分人基本就是上下23%以内，都无所谓。所以我现在的决定是，这次评测完，我还是会用高驰连接 Stride。Pace 3也有个遗憾，就像去年的 Apex 2 Pro 一样，去掉了 ANT 加协议。Stride 也讨厌，它只能同时一个蓝牙连接，就导致不能像 Pace 2那样，高驰用 ANT 加连接 Stride， Apple Watch 用蓝牙连接，所以只能2选1。我现在的决定就是评测完以后就还是用 Stride 连接，不，还是用高驰连接，抱歉。高驰连接也可以获得足部轨迹，但是就是没有那几个左右平衡的数据。等下一步手表支持就好了。这最新一代的 Stride 出来，一开始带那几个新的数据，一开始高驰也没有，然后就会支持的。但是我看 Apple Watch 这边连双 Stride 是2个都连上了，那样去跑。而 Stride 官方给的教程，大部分手表都是让你配对一个，不知道手表们对这个左右平衡支持会怎么样。行吧，那一会儿咱们训练之后再聊了啊。今天跟大家聊聊冬训将近1个月的感受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11月27号星期一7点清晨训练结束，第1个训练日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今天是中速的有氧，1小时34，平均配速4分28，最快的1公里是3分55，平均心率142，平均功率223，累计爬升96米，平均步频198，步幅1.13米，垂直振幅6.6。今天我高驰这边带了他自己的2代的 Pod 在腰上。那天我就说，如果您是双频的 GPS 手表，就是 Pace 3或者 Apex 2 Pro 这种，就建议带在腰上。高驰这边获得的左右平衡是 49.1% 和 50.9%， 触地时间187毫秒。看看这边啊，我同样的开表跟停表，刚才因为说了这边校准有问题，这边他只告诉我跑了20.78公里，大概少了300米多一点。平均功率是221 ，Stride 的平均功率，看高驰这边算出来的平均功率是223，一个221，一个223。但是 Stride 其实是被认为目前跑步功率里测试的，可以算是第一梯队，或者是目前的金标准，因为它在鞋面上的设备，而且现在是双脚。Stride 这边的，因为连了同一个心率带，所以没问题。我回头在室内视频的时候会放昨天那个6公里，昨天6公里 Apple Watch Ultra 1代是用的自己的心率，惨不忍睹。这边的平均触地时间是180毫秒，这边刚才是多少？187好像是，对，187毫秒，差7毫秒。垂直振幅 Stride 这边是5.34，抱歉。高驰这边在腰间的 Pod 记录的是6.6。
Stride 这边的爬升是90米，高驰这边刚才是97米，好像。这边的步幅是1.11米，这边的步幅是1.13米，还行哈。这边两边是50%触地时间，那就是这样。你们看，用自己的 APP 是能看到左右平衡的，仅此而已。今天都在滴汗，今天冷，今天4摄氏度，但是跑得快。这件衣服呢，现在穿稍微有点厚，再过半个月正合适。然后再冷的时候，可能就得穿再厚一点的衣服了。好吧，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，数据都会贴在屏幕上，今天的。然后期待我室内的对双 Stride 的评测，好吗？哎，小伙伴们，刚才说到一半又没电了。今天调一下Stride 这边的校对系数，大概每1000米增加15米就行了。所以我发现双 Stride 之后和单个 Stride 校对系数没变，在同一双鞋上。我这双160X 3.0 Pro 我穿差不多就是差15米，但是同一个鞋不同的人穿其实也不一样，因为大家想它记录距离其实就是靠你的运动轨迹，那每个人其实脚步的运动轨迹不一样，它这个反正这个我觉得是个最大的硬伤。我觉得 Stride 团队应该下功夫去和这些运动手表做更好的适配和兼容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那上，因为毕竟带着手机用 Stride 软件跑的人是不多的，带 Apple Watch 用 Stride 软件跑的人和跑步手表比，无论是佳明还是高驰还是松拓，都是不多的，都是少数人群。好吧，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等我的 Stride 详细的评测吧。那咱们努力冬训，上马完赛，小伙伴们好好歇几天，然后也努力进入冬训。那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好吗？咱们明儿见。